上回说到，路飞一伙顺利登上香波底群岛，岛上不仅有各路不法分子、人贩集团，还有可以撼动海军总部战斗力的世界贵族天龙人，以及和路飞同时代、悬赏金过亿的可怕新人们。根据酒吧老板夏奇所说，以上这些都是冰山一角，岛上还隐藏着像弓箭大厨雷利这种比路飞强100倍的超级大佬。路飞一伙人告别夏奇，出门寻找渡魔工匠雷利。夏奇提醒路飞等人不要引起骚乱，岛上聚集这么多悬赏金过亿的新人海贼，海军肯定已经掌握情报了。不过路飞等人很幸运，因为现在海军正在为另一件大事而忙碌，应该没有太多的兵力对付路飞这些新人。只要路飞他们不引起太大的骚动，在香波地群岛就会相安无事。路飞还是一如既往的含糊答应，与小巴凯米一起重新踏上岛上观光之旅。几人欢呼着涌进游乐场，把那些在视频网站上经常能看到的娱乐项目玩了个遍。旋转咖啡杯让他们转的都快冒火星子了，过山车差点把布鲁克的魂儿给颠出来。摩天轮上，凯米看着下面蚂蚁一样渺小的人群，眺望远方辽阔的风景，突然喜极而泣。坐摩天轮是他从小就有的梦想，但因为是人鱼身份的关系，不能随便来到陆地上，否则会有生命危险。这次也是因为路飞比较强，帕帕古和小巴才允许凯米进入游乐场游玩。果不其然，在众人玩的正在兴头上的时候，人群的暗处已经有人盯上了凯米。他们是之前袭击过路飞一伙的赏金猎人。在草帽团战斗的时候，一个小弟发现了凯米的尾鳍，因为路飞等人太强，他们放弃了抓捕草帽一伙，转而将目标盯在了凯米的身上。人鱼登上陆地是100年难遇的事情，在海里人类不可能抓到人鱼，但是在陆地上机会就很大了。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这一帮亡命徒决定铤而走险，冒着被草帽团乱拳打死的风险绑架凯米。山治三人在船上悠闲的聊天，乔巴打来电话，又哭又喊，焦急地向山治求助。凯米被人贩子组织绑架了，这个岛上买卖人口是被默许的，岛上有好几家贩卖人口的店铺，根本不知道凯米会被带去哪一家。如果找不到凯米，凯米一辈子就要做奴隶了。群岛太大，根本不知道如何去找，只能分头行动，进行扫地式的搜索了。山治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冷静下来，大脑飞速旋转后想到了一个妙计，与其自己一会儿没头没脑的寻找，不如找个内行来帮忙更靠谱，叫飞鱼骑士团来。山治嘱咐乔巴在原地等待，自己联系了飞鱼骑士团。飞鱼骑士团很快赶来，老大迪巴鲁还是很靠谱的。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后，立即表示此事包在自己身上。山治好奇地问：“你们要怎么找呢？”迪巴鲁自信地说道：“一行有一行的规矩，绑架人鱼小姐的人贩集团，我心里大概有了目标。首先去把分散在各处的草帽一伙都接过来，大家集中一起，再统一行动。”迪巴鲁一声令下，手下们骑着飞鱼迅速散开，只剩下迪巴鲁的大牛还在水里不慌不忙地移动。山治急得要骂人：“你不是老大吗？老大的坐骑不应该是最快的吗？”迪巴鲁表示很无奈：“我已经是组织里最帅的人了呢，如果坐骑比别人的好，那还让不让别人活了？”香波底公园，乔巴打电话通知山治以后，路飞已经带着小巴、帕帕古急不可待地跑出去寻找凯米了。乔巴比较听话，和布鲁克留在原地，乖乖等山治赶过来。乔巴急得原地转圈，布鲁克却不慌不忙地在一边悠闲喝茶，并且教导乔巴：“人生在世一场戏，别人生气我不气，生气着急也没有什么用，还是平静一会儿好了。”乔巴为布鲁克的毒鸡汤醍醐灌顶，躺下来吃着棉花糖，晒着暖太阳。飞鱼骑士团带着乌索普狠狠赶到，乌索普二话不说，上来先把布鲁克和小巴打了一顿。迪巴鲁向全队下令继续调查岛上所有绑架集团的动向，同时要带上草帽一伙的成员，将大家集中一起。此时路飞正与小巴、帕帕古一起寻到了一个人口贩卖的店铺，路飞冲进去抓着老板就问有没有人来卖人鱼啊。老板表示店里你们随便找，看哪个像人鱼你们直接拎走就行了。路飞三人在店里寻了一圈，没有任何结果，只好寻找下一个人口贩卖的商店。小巴安慰道：“也许还没有被卖掉。”帕帕古悔恨的大哭，游乐场是那些人贩子最佳的下手地点，自己明明知道那些人多想要人鱼，却因为一时玩心大起，把凯米一个人抛下，酿成这样的恶果。路飞看着哭得像个儿童手套的帕帕古，想起在摩天轮的时候凯米喜极而泣的幸福微笑，不理解，真的不理解，明明凯米当时那么开心，为什么不能让他出来玩？帕帕古哭着说道：“人鱼或者鱼人只要来到这个岛上就很危险了。”但是小巴说无论如何都要帮助你们，所以才……一边的小巴大吼一声，制住了帕帕古的抱怨。路飞追问小巴原因，小巴沉默不语。帕帕古接过话茬，他告诉路飞，小巴和凯米的敌人才不是什么人贩子，这个岛上所有的人类都是他们的敌人。谈起这件让人心痛的事，还要从200年前说起，那是一段鱼人族的黑暗历史。鱼人族和人鱼族被划分为鱼类，遭受全世界人类的迫害，所有人都轻贱他们，就连强大的阿龙等人也不例外。再强大的种族也抵不过人多势众，全世界对人鱼族的迫害一直持续到世界政府宣布与鱼人族友好邦交为止。不过人类的罪恶并没有因此停止，人口买卖和奴隶文化在这个岛上仍然被默许，人类对鱼人族和人鱼族的歧视仍在继续。正因如此，
小巴和凯米才会在岛上隐藏身份，帕帕古才冷酷无情地阻止凯米去游乐园游玩。即便因此伤了凯米的心，帕帕古也毫不心软，就是为了保护凯米不受人类的迫害。小巴带着歉意说道：“本想帮助你们的，没想到给你们添了麻烦。”路飞义正言辞地说道：“你在说什么呢？我从来没觉得你们不对，你们3个都是我的朋友，不管做什么，我都要把凯米救回来。别他娘的哭了！”这时，空中传来一阵阵呐喊，三人抬头一看，3名飞鱼骑士团的人及时赶到。路飞抓着帕帕古和小巴一起跳上飞鱼，把眼泪收一收，我们去救凯米了。24G2 岛无法地带之一，超新星们正在这里大闹，意外的看到了一个招摇过市的天龙人。虽然觉得很恶心，但大家还是本着少惹麻烦的想法，躲在一边，等待天龙人自行离开。这个天龙人单从面相就能看出来，是个不把自己作死就不会罢休的蠢蛋。不仅一脚踢翻了在这重伤人的担架，光天化日之下还要强抢民女。女人表示自己有老公，天龙人直接一枪将她老公打倒。现在你没有老公了，可以跟我走了。女人不住尖叫求助，周围的人全都别过脸去，祈祷这个天龙人别注意到自己。天龙人很得意，吩咐手下将女人强行带走。这时跪地的人群里传来窃窃私语声，大家看到一个绿藻头手拎酒瓶大摇大摆地向天龙人走去，所有人都很慌，几个菜呀喝成这样，连天龙人都不认识了。索隆晃晃悠悠地走到天龙人面前，天龙人也很懵，四目相对。索隆低声说道：“干嘛？问路吗？”天龙人怒了，抬手就是一枪。索隆侧身躲开，一脚踏过去，手中的鬼车已经出鞘。突然，迎面跳过来一个小孩子，将索隆扑倒在地，趴在索隆的身上，痛哭不止。变成小孩的杰尼邦尼在索隆耳边低声说道：“天龙人疑惑地看着倒地不起的索隆，又看了看手里冒烟的手枪，没有过多追究，带着手下郁闷离开。天龙人走远后，邦尼跳起来，指着索隆一顿臭骂：“你小子要死就死远点，别引来大将连累我们呀！”索隆也没有理会，背起受伤男子自顾去找医院。邦尼退了一口：“海贼居然还救人，听都没听过。”索隆的举动引起了其他超新星的注意，这种一瞬间就爆发出强大杀气的男人，怎么看也不是会屈居人下之人，可想而知他们的船长是个什么角色。贝基都有不同的见解，早听说草帽一伙脑子都不正常，现在居然要砍天龙人，看来脑子果然是有点问题。索隆这次不负众望，居然带着伤员成功找到了医院。把伤员安置好了之后，索隆嘀嘀咕咕的向1号岛找过去。在他的印象中，桑尼号就停在1号岛海岸的1G2小岛人类拍卖会场。绑架凯米的人贩子把凯米拖到这里，会场的管理者一看到人鱼凯米，瞬间两眼放光。这种货品可是可遇不可求的，难得见到一次，肯定能卖上好价钱。人贩子满意而归。与此同时，2个天龙人也来到了拍卖场。会场的工作人员立即上前跪拜，毕恭毕敬地将天龙人请进贵宾席位。超新星万磁王尤斯塔斯基德早已等在会场，看来他对奴隶买卖也充满了兴趣。看到天龙人大摇大摆地落座贵宾席，基德不屑一笑。与利益熏心的当权者追逐欲望的手段相比，世上的恶徒还显得人道一点。就是因为有人渣掌控着世界，才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人渣。我们的丑恶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就是可爱，你说呢，吉拉？旁边同样是旋转经过亿的面具男低声附和一句，属下凑到基德旁边，向前面指了一下。基德抬头一看，同时代的话题新人死亡外科医生特拉法尔加罗正坐在观众席中。罗感受到了基德灼热的目光，转过头向会场方向扬了扬下巴，简直不要太酷。凯米被工作人员架着坐到了拍卖会场后面的牢笼，凯米一路上不断挣扎。会场的负责人走上前来，粗暴地给了凯米一巴掌：“区区人鱼，给老子老实点！”手下赶忙拦住负责人，这可是重要商品，伤了可是要折价的，就算要打也要打肚子这种被衣服遮住的地方。负责人看着疯狂挣扎的凯米没了耐心，抓过一个项圈要强行给凯米扣上。突然一股莫名气息掠过，负责人浑身僵硬，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镜头转到牢笼中的另一个巨人奴隶，巨人一看就不是普通人，他缓缓睁开眼，瞥了一眼坐在自己身边的老头。老头子，别装傻了，刚刚的霸气是你吧？到底是何方神圣？穿神似陀的老头子呵呵一笑，从怀中掏出酒壶，平静地说道：“我不过是个做镀膜生意的老头罢了，不过我最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了。”此人正是小白介绍给草帽一伙的镀膜工匠，夏季口中比路飞强100倍的超级大佬，前罗杰海贼团副船长，海贼王罗杰的副手，传说级人物冥王雷利。这个岛上没有人惹得起他。